82岁的陈阿公住在台南乡下，每天清晨都会骑着摩托车去市场买菜，回来还能帮老伴劈柴浇菜园，一点都不像年过80的老人。更让人羡慕的是，陈阿公记忆力好到惊人，孙子孙女的生日，几十年前的老邻居名字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晚上睡觉更是沾床就睡，从来没有失眠的困扰。前阵子社区体检，医生看了他的脑部检查报告都惊讶，说他的大脑状态堪比50岁的中年人。追问之下才发现，陈阿公坚持了25年的一个睡前习惯，竟然是他大脑年轻的关键。很多60岁以上的朋友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？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好不容易睡着了也容易醒，第二天起来昏昏沉沉，记忆力越来越差，刚放的东西转身就忘，出门总担心没锁门，没带钥匙，有时候还会觉得头晕，脑袋发沉，像裹了一层雾，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。大家是不是都以为这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脑子越来越不好使。但陈阿公的例子告诉我们，年龄从来不是大脑衰退的借口，只要找对方法，60岁也能拥有清爽灵活的大脑。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陈阿公年轻的时候是小学老师，40多岁的时候也曾被失眠和记忆力下降困扰，批改作业到深夜就辗转难眠，第二天上课经常忘记要讲的知识点，甚至还出现过头晕耳鸣的情况。他试过很多方法，喝安神茶，听轻音乐，都没什么效果，去看医生，医生也只说让他多休息，没什么好办法。直到25年前，他偶然从一位老中医那里学到了一个睡前小动作，每天只花1分钟，没想到坚持下来，失眠的问题慢慢好了，记忆力也越来越强。这一坚持就是25年，大家是不是很好奇，这个只需要1分钟的睡前小动作到底是什么？它为什么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？其实陈阿公坚持的这个睡前黄金1分钟习惯，就是揉揉我们的耳后根。大家可别小看这个部位，它看起来不起眼，却是我们大脑排毒和气血循环的关键开关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疑惑，揉耳后根这么简单的动作，真的能改善失眠，提升记忆力吗？会不会是巧合？但接下来要分享的医学研究会让你彻底相信这个动作的威力，而且越来越多的长寿老人都在悄悄坚持这个习惯。在分享研究之前，先给大家说说我自己的亲身经历。我妈妈今年65岁，前几年失眠特别严重，有时候一整晚都睡不着，白天精神差还总忘事，连买菜都要列清单，不然肯定会漏买。我把陈阿公的方法告诉他之后，他一开始还不相信，觉得揉耳朵能治失眠，太玄乎了。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试着坚持，没想到只坚持了半个月，他就能很快入睡了。1个月后，不仅失眠好了，记忆力也明显提升，现在出门买东西再也不用列清单，还能帮我记住各种小事，连邻居都夸他越来越精神。大家是不是也想赶紧知道这个揉耳后根的动作到底要怎么做？别急，后面会详细教大家。先说说为什么这个部位这么重要。我们的耳后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穴位，叫做翳风穴。这个穴位是连接大脑和身体气血的重要枢纽，而且靠近我们的淋巴系统。淋巴是身体的排毒管家，负责把体内的垃圾和毒素排出去。但很多60岁以上的朋友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气血循环变慢，淋巴排毒功能也下降，大脑里的代谢垃圾排不出去，就会堆积在脑部，影响神经细胞的正常工作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记忆力下降，脑袋发沉，而睡前揉揉耳后根就能刺激翳风穴，促进气血循环，让淋巴系统活跃起来，帮助大脑快速排毒，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，大脑干净了，自然就能睡得香记得牢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大脑其实每天都在自动排毒，而且排毒的黄金时间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，尤其是在深度睡眠阶段。
大脑会开启自动清洁模式，把一天下来产生的代谢废物、毒素都排出去。可如果我们失眠，睡眠质量差，大脑就没法进入深度睡眠，排毒过程就会受阻，垃圾越堆越多，不仅会让我们第二天精神差，长期下来还会加速大脑衰老，甚至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长期失眠的人记忆力会越来越差，反应也越来越迟钝。大家是不是终于明白失眠和记忆力下降的关联了？更让人惊讶的是，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做过一项针对60岁以上人群的研究，他们找了200位志愿者，分成2组，一组每天睡前坚持揉耳后根1分钟，另一组不做任何动作，持续跟踪了1年时间。结果发现，坚持揉耳后根的那组志愿者失眠改善率高达 89%， 其中 76% 的人能快速入睡，并且一觉到天亮。记忆力测试的分数平均提升了 37%， 很多人反映之前记不住的事情，现在很容易就能想起来，而且他们的脑部扫描显示，大脑内的代谢垃圾明显减少，大脑活跃度也比另一组高出很多。这个研究是不是很有说服力？简单的1分钟动作竟然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。还有台湾阳明大学的研究团队也发现，耳后根的翳风穴和大脑的睡眠中枢、记忆中枢都有密切的神经连接。通过轻柔的按压和揉搓，可以刺激这些神经，调节大脑内的褪黑素分泌。褪黑素是帮助我们睡眠的关键激素，分泌充足了，我们自然就能睡得香。同时，这种刺激还能促进大脑内多巴胺、乙酰胆碱等神经递质的分泌。这些物质能增强神经细胞的连接，让记忆力和反应速度都得到提升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陈阿公坚持揉耳后根25年，82岁还能拥有灵活的大脑，睡眠质量也这么好。说到这里，肯定有很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，想知道这个睡前黄金1分钟的揉耳后根动作到底要怎么做才正确。别着急，接下来这一点尤其重要，我会一步一步教大家，每个细节都讲清楚，保证大家一看就会，在家就能轻松操作，而且绝对安全，没有任何副作用。首先，准备工作要做好。睡前洗完澡或者洗完脸后，坐在床边或者椅子上，保持身体放松，不要弯腰驼背，让头部处于自然放松的状态。双手可以先搓一搓，搓到发热，这样效果会更好。大家要记住，整个动作一定要轻柔，不能用力过猛，因为耳后根的皮肤和血管都比较脆弱，尤其是年纪大了，皮肤变薄，用力太大会容易受伤，这一点一定要注意。第一步，找到正确的位置。耳后根有一个明显的凹陷处，就在耳朵后面凸起的骨头下面，用手指轻轻按下去，会有一点点酸胀的感觉，这个位置就是翳风穴，也就是我们要重点揉的地方。大家可以现在就用手指摸一摸自己的耳后根，找到那个凹陷处，记住这个位置，后面操作就简单了。第二步，开始揉搓，用双手的食指或者中指放在耳后根的凹陷处，然后以这个点为中心，顺时针轻轻揉搓30秒。揉搓的时候力度要轻柔，就像抚摸婴儿的皮肤一样，感觉皮肤微微发热就可以了，不要用力按压，也不要来回搓动太用力，避免损伤皮肤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是在给大脑的排毒开关做按摩，温柔一点才能更好的激活它。第三步，反向揉搓，顺时针揉搓30秒后，再换成逆时针揉搓30秒，同样是轻柔的转动，保持力度一致，让耳后根的穴位得到充分的刺激。整个过程加起来正好1分钟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每天睡前只需要花这1分钟，就能帮助大脑排毒，改善失眠和记忆力，真的太划算了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除了揉耳后根，配合几个小技巧，效果会翻倍。比如揉搓的时候，可以轻轻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吸气4秒，呼气6秒，让身体完全放松下来，
这样能更好地促进气血循环，让大脑更快进入放松状态。另外，揉搓完之后不要马上躺下，可以坐在床边喝一小杯温温水，补充水分，帮助身体更好的排毒，然后再慢慢躺下睡觉，这样睡眠质量会更高。大家可以试试这个小技巧。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，我邻居张阿姨今年68岁，之前失眠了10几年，试过各种安眠药，一开始还有用，后来效果越来越差，而且吃安眠药还会头晕，记忆力下降，让她非常痛苦。去年听了我的建议，开始坚持睡前揉耳后根。一开始她觉得没效果，想放弃，我让她再坚持，没想到坚持了1个月后，她不用吃安眠药也能睡着了，虽然偶尔还会醒，但已经比之前好太多了。现在她已经坚持了1年，不仅失眠完全好了，记忆力也恢复了很多。之前总忘事，现在还能帮女儿带孙子，接送孩子上下学，一点都不费力。她总说，早知道这个方法这么管用，就不用遭那么多年罪了。还有一位72岁的李伯伯，之前记忆力差到什么程度，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都记不住，出门买菜经常付了钱就忘了拿菜，儿女都担心他得了老年痴呆，带他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只是大脑衰老，供血不足。后来他开始坚持睡前揉耳后根，还配合我后面要讲的小技巧，坚持了半年，记忆力明显提升。现在不仅能记住家里所有人的电话号码，还能记住自己的医保卡、银行卡密码，出门再也不会忘事了。儿女都特别开心，说他越活越年轻。看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都觉得这个睡前1分钟的动作太神奇了？但千万不要觉得只要做了这个动作，就能马上改善所有问题。任何养生方法都需要坚持，这个动作也不例外。很多人做了2、3天，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陈阿公坚持了25年，张阿姨坚持了1年，李伯伯坚持了半年，才有了这么好的效果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，每天坚持1分钟，坚持1个月、3个月，你一定会看到惊喜的变化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几个普通人照做的小建议，让大家能更好的坚持，也能让效果最大化。第一，固定时间做，最好是每天晚上睡前半小时到1小时做，形成规律，让身体和大脑形成条件反射，一做完这个动作就知道该准备睡觉了，这样更容易入睡。第二，不要半途而废，一开始可能效果不明显，尤其是失眠严重或者记忆力下降明显的朋友，可能需要坚持更久才能看到效果，但千万不要放弃，坚持下去就会有收获。第三，配合健康的作息，揉耳后根是辅助方法，还要保证每天睡够7到8小时，不要熬夜。晚上尽量少看手机、电视，因为电子产品的蓝光会影响褪黑素分泌，影响睡眠质量，这样才能让揉耳后根的效果更好。另外还有几个注意事项，大家一定要记牢，避免操作不当带来不好的影响。第一，力度一定要轻柔，耳后根的皮肤很薄，血管也比较丰富，用力过猛会导致皮肤发红、疼痛，甚至损伤血管，尤其是有高血压、糖尿病的朋友，皮肤愈合能力差，更要轻柔操作。第二，不要在皮肤破损的地方操作，如果耳后根有伤口、红肿或者皮肤病，一定要等皮肤好了之后再做，避免感染。第三，有严重脑部疾病的朋友，比如脑梗死、脑出血后遗症的朋友，一定要先咨询医生，在医生的指导下操作，不要自己盲目做。第四，不要依赖这个动作，如果失眠、记忆力下降的问题非常严重，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，一定要先去医院检查，排除器质性疾病，再配合这个动作调理，不要只靠揉耳后根，耽误了治疗。除了睡前揉耳后根，还有几个小习惯可以搭配着做，让大脑更年轻、更健康。第一个，睡前半小时远离电子产品，手机、电视、
电脑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，让我们难以入睡，还会损伤大脑神经细胞，所以睡前半小时最好看看书，听听舒缓的音乐，或者和家人聊聊天，让大脑放松下来。第二个，每天吃一点健脑食物，比如核桃、杏仁、黑芝麻、蓝莓、深海鱼等。这些食物富含不饱和脂肪酸、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，能滋养大脑神经，保护记忆力，延缓大脑衰老。第三个，每天适当运动，散步、打太极、跳广场舞都可以。每天运动30分钟，能促进全身气血循环，给大脑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营养，让大脑更活跃。第四个，保持心情愉悦。不良情绪会影响气血循环，还会损伤大脑神经，所以每天保持开心的心情，多和朋友交流，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对大脑健康也非常重要。我之前认识一位75岁的林阿姨，她不仅坚持睡前揉耳后根，还每天早上散步半小时，晚上睡前看半小时书。饮食上也很注意，经常吃核桃、蓝莓。现在她75岁了，思维敏捷，记忆力超好，还能自己用智能手机视频，网购一点都不比年轻人差。他总说养生就像存钱，每天存一点，老了就能受益。这句话说得太有道理了，很多60岁以上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自己年纪大了，大脑衰退是必然的，再怎么调理也没用。但事实证明，只要找对方法，坚持下去，就能延缓大脑衰老，甚至让大脑变得更年轻。陈阿公82岁还能骑摩托车，记清所有事情。张阿姨68岁摆脱了10几年的失眠。李伯伯72岁记忆力恢复正常，这些都是最好的证明。我们不需要和年轻人比，只要能保持自己的大脑清爽、灵活，睡得香，记得牢，就能拥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，不给儿女添麻烦，这就是最大的幸福。医学研究也表明，大脑的可塑性非常强，即使到了60岁、70岁，只要我们持续给它适当的刺激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大脑神经细胞依然能不断建立新的连接，记忆力、反应速度都能得到提升。而睡前揉耳后根这个简单的动作，就是给大脑最温和、最有效的刺激，帮助它排毒、滋养，让它一直保持年轻状态。大家是不是觉得充满了希望？其实健康长寿并不难，往往就藏在这些日常的小习惯里。总结一下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睡前黄金1分钟习惯，就是每天睡前用1分钟轻揉搓耳后根的翳风穴，顺时针30秒，逆时针30秒，配合深呼吸和温水，坚持下去就能改善失眠，提升记忆力，让60岁的我们拥有30岁的清爽大脑。这个动作简单、安全，不用花钱，每天只需要1分钟，却能带来巨大的健康收益，真的太值得我们坚持了。最后我想问问大家，你平时有失眠、记忆力下降的困扰吗？之前有没有试过类似的养生方法？如果今天学会了这个睡前揉耳后根的动作，你愿意每天坚持1分钟，给自己的大脑做大扫除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经历，也可以说说你平时的养生小习惯，让我们一起交流学习，都能拥有健康、灵活的大脑，安享幸福晚年。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用，一定要点赞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受益。咱们下期再见。